中国传统认为呢，每年的农历7月是鬼月，那从7月初1鬼门关开启，一直到30日鬼门关关闭。为何农历7月被称为鬼月？农历7月被称为鬼月有什么意义？那这些祭祀的来历以及最重要的，对我们每个人有什么影响？我们要注意点什么 ？Hello， 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也感谢大家点开这支影片来听我讲故事。那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录了一期鬼月的禁忌，今天我就来说说鬼月的历史和故事。那么今年的鬼月又要到了，我们先要知道今年的鬼月农历对应我们的公历它是什么时候？鬼门关开是在农历的6月30日晚上11点，也就是在公历的8月3日晚上11点。那中元节我们知道是在农历的7月15日，也就是公历的8月18日。而鬼门关关闭是在农历的7月29日晚上11点，也就是公历的9月2日晚上11点。那我们知道这个日子我们就可以安排自己的行程。那我们称7月为鬼月。那民间的说法是到了农历7月1日，那阎王爷就会下令大开地狱之门，让那些在阴间终日受苦受难禁锢在地狱的冤魂厉鬼走出地狱，放他们1个月假，获得一个短期的游荡，享受人间的祭品。所以在这个月就会认为是一个不吉利的月份，它不适合结婚、开业和搬家，因为到处都是阿飘。我们这里称作7月半，原本是上古时代民间的一个祭祖节日，而被叫做中元节呢，则是源于东汉后道教的一个说法。佛教则称7月半为盂兰盆节，这就是所谓的僧道俗三流合一。那我们先说道教，道教有所谓的天官、地官、水官，合称三官。这3位就像是玉帝派驻人间的代表，他每年都要考察人间的善恶，向上天汇报。那3官分别以正月15、7月15、10月15它为诞辰，这个日子就叫做三元。那么7月15日叫做中元，正是地官孝戒赦罪之时。地官大帝呢，他有个全名，这个全名很长，叫做中元2品7器赦罪地官冻灵清虚大帝亲临帝君。那这一天他就要拿出厚厚的花名册，根据神仙凡人动物的表现就勾勾画画赦免其罪行。所以在民间就有中元节这一天搞一些祭祀活动，拯救那些孤魂野鬼，对吧？也就是和地官的赦罪有点关系。而佛教的7月15日被称为盂兰盆节。那这个名字我们一听它肯定是有一个典故的，对吧？就是在很久很久以前，释迦牟尼他有一个神通广大的弟子，是他的大徒弟，叫做目犍连，我们简称他叫目连。梵语呢，你可以打在公屏上面，很长我也读不出他呢有一个妈妈，可能呢因为是自己的儿子是非常有名的嘛，所以开始就是无家言一行，在乡里就十分蛮横，而且爱财如命，非常非常小气。那后来呢，他妈妈死了嘛，他妈妈是个凡人，后来就死了。死了之后就被打入到恶鬼行列，那灵魂就禁锢于地狱，罚做没有饭吃的恶鬼。那目连呢，他生性善良，他呢是个大孝子，看到母亲的遭遇后就十分伤心，就开始运用自己的法力将一些饭菜拿给母亲食用。但是这个饭一到他母亲的口边就化为灰烬。那这样一来，目连看了就非常非常难过。于是呢，就向释迦牟尼呼救求救，问释迦牟尼哎呀，我怎么办？那释迦牟尼世尊表示目连你虽然现在是神通第一，但是你作为个人，你的神通力不敌业力，因此你必须扩大你的福田力，才能拯救你的母亲。那这个福田是个佛教用语，我们知道这个田是表示能够生长的东西的地方，对吧？能够收获东西的地方，就像我们吃的粮食瓜果蔬菜这些都是从田里面长出来的。那么顾名思义能生长福报的地方就是称为福田。比方说布施供养、积德行善、孝敬父母，这些都能够获得福报，就好像农民耕种田地能够收获粮食一样，这就是福田。在优婆塞戒经里，福田分为3种：第一，功德田；第二，报恩田；第3叫做贫穷田。我们要想获得福报，就必须在这3块福田里耕种，那有耕种才有收获。那经过点拨，目连就恍然大悟，为此就特别在那些云游归来、结下安居的修行罗汉所住的洞穴外面，他准备好盥洗用品，给予他们方便。那么听到这里有些人会问了，那结下安居又是什么东西那结下安居呢，它是个佛教术语。我们知道佛教源于印度，那么印度这个地方，它每年都会有雨季。这雨季不像我们这里下1天2天就结束了嘛，它雨季一下就是3个月，哗啦哗啦哗啦下3个月。那么这些云游的僧人，他到了雨季他就没有办法四处云游了，于是呢就会找一个洞穴，有一个固定的住所，
在精进自己的修行，从而呢度过雨季。这个就叫做结夏安居，它是有这样一个制度，并且佛祖还交代木莲，你呢要在每年的7月中，以100味无果放在盆中，供养10方云游僧人。那以此般功德，你母亲方能济度，那也就是脱离苦海嘛。那木莲就很听话嘛，他按照佛祖的指点，在7月15日这一天就准备了100味无果，那各种用具对吧，装入盆中，就供养10方僧众。那最终在他的诚心下，他的母亲终于脱离了恶鬼界，那升入了天堂。那佛祖一看，哎呦，木莲这可以的，很有孝心的，对吧？而且这个案例成功了嘛，有了成功的案例，他就开始推而广之，要求佛门弟子尽心行孝。那每年的7月15日做盂兰盆，施佛济众，报答父母恩情。所以民间普遍流传着木莲解救母恶的故事。有木莲僧者法力宏大，其母堕入恶鬼道中，食物入口即化为烈焰，疾苦太甚，木莲无法解救母恶，于是求教于佛。为说盂兰盆经，教于7月15日做盂兰盆以救其母。而佛教的盂兰盆会它又与中华传统的儒家孝道又合拍，这一天就成为民间祭祀以示父母以及先人的一个鬼节了。那在这一天老百姓就会事先在街口村前搭起法师座和尸孤台。那法师座大家知道就是法师坐在上面嘛。那法师座跟前呢，供着超度地狱鬼魂的地藏王菩萨，那下面就放着一盘盘面制的桃子还有大米。尸孤台上立了3块灵牌和招魂幡。那过了中午呢，各家各户就纷纷把全猪全羊、鸡鸭鹅以及各式这种糕点果品水果就放到那个尸孤台上。主持大会的主事者会分别在每件祭品上插上蓝、红、绿等颜色的3角旗帜，上书盂兰盛会、甘露门开等字样。然后在庄严肃穆的庙堂音乐中他就开始了，法师就开始敲响引钟，带领座下的众僧诵念各种咒语和真言，进行施食。施食就是把一盘盘的面桃子和大米就撒向四方，反复3次。那这种仪式叫做放焰口。还有一些活动，比方说布田水旱灯和诗歌儿。布田就是到了晚上，家家户户要在自己家的门口焚香，把香呢插在地上，那越多越好，象征着五谷丰登。水旱灯也就是在一些地方有放水灯的这些活动嘛。那所谓水灯就是在一块小木板上搭一盏灯，用材质做成这种荷花状，叫做水旱灯。按照传统的说法，水灯是为了给那些冤死鬼引路的，灯灭了，水灯也就完成了把冤魂引过奈何桥的任务。那在这一天呢，店铺也关门了，就把街道让给鬼。而街道的正中每过100步就会摆上一桌香案，香案上供着新鲜的瓜果，桌后就有道士唱着大家都听不懂的祭鬼歌。那这个仪式就叫做诗歌儿。我们再来说说上元和中元。那上元是人间的元宵节，我们的张灯结彩庆元宵嘛。那这人要过节鬼也要过节。上元呢是元宵节，是人过的节日。那中元叫做鬼节，它也应该张灯为鬼庆祝节日。不过呢，人鬼有别，所以说呢，中元节张灯和上元节张灯是不一样的。人为阳，鬼为阴，路为阳，水为阴。你想这个水底下通常都是神秘灰暗的，就会让人想到传说中的幽冥地狱，鬼魂就在那里沉沦。所以说呢，上元张灯是在陆地，中元张灯是在水里。那说到这里提醒朋友要注意到虽然农历7月一整个月它都是鬼月，但是只有在农历7月14日，也就是今年对应的公历的8月17日，才是中元节鬼门大开的日子。那有些朋友就要想了，不是说7月初1就已经鬼门开了吗？为什么要在农历的7月14日才是鬼门大开？我们注意鬼门开和鬼门大开是有区别的。那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边，农历7月一整个月都是鬼月嘛。7月初1只是鬼门关初开的日子，从7月初1鬼门关慢慢开启，只有到了7月14日才是鬼门关大开的日子。那一直延续到15日全部打开，然后呢就开始慢慢的关合，直到7月30日鬼门关关闭。那么在到鬼门关关闭的这段日子里，地府的鬼魂就返回阳间嘛，跟亲人团聚。但是有时候也会有很多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他跑过来一看家都没了，没地方去了，也没有亲人给他祭祀，对吧？就变成孤魂野鬼。那么这些无主的孤魂野鬼就会徘徊在任何人迹可以到的地方找东西吃。所以我们要点点香烧点纸钱给他们，免得怨气太重。那说到这个，我还想到一件事情，我们百姓避鬼呢有3不要的言语：夜黑睡觉别开灯，鬼不走门怪吓人，
夜黑行路啊不回头，鬼走无声愣静心。夜黑人叫不应声，应声就有鬼掏心。那鬼为什么不走大门呢？因为古代的时候，传统的大门啊都是桃木做的，为的就是辟邪驱鬼，对吧？驱邪避鬼。而且呢，门上它通常都有门神护驾啊，两边贴个2个大门神，对吧？而窗户呢，通常是没有桃木的，也没有神在守护，所以说鬼走窗户不走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我们小时候啊，就是我小时候啊，比方说到了夏天，弄堂里边就会有一家一家的人啊，就聚在外面吃饭，因为没有空调嘛，大家吃饭都跑到外面乘个凉一起吃饭。吃完饭吃西瓜，那吃完饭吃西瓜的时候就开始听大人讲故事，往往讲的都是鬼故事。那听完呢又吓得半死，然后呢越怕越想听，越听又越害怕，越怕还越想听。那很多朋友啊都会有被鬼故事吓得汗毛倒竖，晚上一路回家越想越怕的这种经历。那关于这个，到了农历7月，我们走夜路的时候，就要亮出你的额头，因为这是你的神灯所在。不要让你的头发呢遮住了你的额头，不要遮住你的明灯，不然呢麻烦就会很多。另外啊，建议朋友们在鬼月啊不要去听什么鬼故事。但有些朋友心理素质很差的，知道吧？他听嘛想听的，听了之后呢又很害怕的，经不起鬼故事刺激，结果呢就会导致心神不定，甚至鬼压身、鬼打墙的事情就会发生。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对吧？出生在鬼月，你怎么办呢？那实际上坊间就有2种相反的说法。那第一，男的在初一，女的在14、15日生日比较好。第二呢，男的不得在初一，女的不得在14、15日生，否则就会麻烦。那么为什么会有2种说法呢？这实际上是针对不同的人群来说，因为人的出生在哪一天都是原定的嘛，因此无论出生在哪一天都可以。但是从命理学来说这就是属于命硬，就是说这个人命很硬的，对吧？那命硬也分2种，那一种是自己命硬但是不克，那这样的人多数属于护身符，在他身边的人会因为他的命硬而免受一些可能不好的事情，那比方说车祸意外等等。那另外一种就是克人的，这就不太好了。那自己命很硬，但是还会影响到周围的人，通常说是克父母。所以说有些小孩生出来，我们会请师傅算一算，对吧？这个小孩的命硬不硬，那会不会克父母？如果说命很硬，会克父母，那么就要这个干爹干妈把这个给化解。那么最倒霉的就是那种命很硬，那由于阴气太重而到了倒霉透顶的那种人，俗称叫阴命重。那这一类人他的通灵的几率就会大大提升。那通灵呢，实际上也分几种，一种就是我们说的预感准确，经常会预感到一些事情我们就觉得这个还不错就是可以预测彩票去了，对吧？那么如果说另外一种通灵这就不太好了，有可能叫会见，就是会看见一些不好的东西，一些阿飘。那如果说你碰到一些比较和平的阿飘那就还算好，是吧？但是如果你碰到一些有怨气的阿飘，那就要倒大霉。那无论你碰见哪种阿飘，对你来说都是元气大伤的，说明你的阳气不足，阴气过重。那这个最大的危害就是被附身的几率会大大的提升。那好与不好都要看具体情况，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毕竟出生时刻不同，出生后的机遇也会不同。那生日这个东西我们又没办法控制的，对吧？都是缘分。那么到了7月我们能否办喜事和开业呢？那比方有人说，那我女朋友家人想在农历7月15日她鬼节办喜事，她非要这个日子。通常呢，我们是不会碰到这么强悍的人的。那结婚办喜事都会看看日子，算算日子。但是呢，就总会有杠精嘛。这难道就没有人7月结婚，没有人7月开张吗？凡事都有例外。建议呢，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或者公司的情况去算一下，看一下怎么化解。那如果说你的命里适合7月办大事，那是有这样的人的，那只要化解得当，那照样是风风火火，心想事成。好了，农历7月被称为鬼月，它既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希望朋友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这个炎热而重要的农历7月。OK， 这就是这一期的老白的道听途说，也再次感谢大家点开这支影片，也感恩大家的订阅，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